这个少年有些死，只因自己太过强大，在所属的时代无力挑战，最后因太过无知，父亲联合将自己封印于时空天生，指望在未来复出复活。这个父亲让其忘记。 无本，诸天重启，万道争鸣，你所期待的辉煌大事已到来，该苏醒。时空禁区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动静？该死！这群家伙刚刚从岁月沉寂中苏醒，就要有大动作。他们该不会是想要再次支配这诸天吧？属于16大禁区的时代早已落幕成烟，如今诸天外域也有诸多古老势力复苏，甚至还有不少后世崛起，最后鼎盛无敌的巨擘势力。不错，经历过大破败的时空禁区。 还想再支配这诸天万域，也无非是痴人说梦。传说中的武道神子终于要在这一纪元出世了。听闻武道神子因太过无敌，觉得大道无趣，才自行陷入封印。如今诸天重启，也不知神子能不能找到一个像样的对手。 光影大父亲，后世的辉煌时代真的要到了吗？诸天重启，时空再现，万道哀鸣。无道，发生了何事？为何我观你的面色有些不好看？ 不是，只是对父亲所说的这个复苏时代来了一点兴趣。当初在穿越到这个世界时，我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父亲是时空禁区的禁区之主，自己更背靠时空禁区无数老祖，爷爷更是早就超脱于这方世界，更不用说自己本身的天赋实力，出生就觉醒2大超脱于3000道体之外的本源体质，在那曾经破灭时，这个老爹对我可是格外宠溺。 虽说无道你的修为已是道宫境其中，但你沉睡了100万年之久，修为也有所落下。若你需要修炼资源，我直接命人将禁区神库的所有资源都搬来给你。我操！父亲，这些年你有找到有其他15大禁区的踪迹吗？此事所牵扯的大道因果极多，虽然无道你如今的实力不弱，但最好还是不要插手此事。如今诸天重启，复苏时代已经到来，待到你在此时代正道成立，才有资格去了解这一切的隐秘。 对了，无道你如今已经苏醒，想来之后也要行走这诸天万域，你要不要去挑选几个合适的追随者？在你沉睡的这些纪元中，我时空禁区出了9个弟子弟女，他们的天赋都非同一般，想来足够有资格成为你的追随者了。弟子弟女，沉睡了这么久，浑身的经脉有些闭塞，找几个像样的沙包也不错。 对了，吾儿，在你沉睡的这些纪元里，为父在这诸天万域收集了许多奇珍异宝。如今你已苏醒，看看这些宝物，你有没有看得上？这是至尊骨，父亲，你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至尊骨？ 哈哈，吾儿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我时空禁区虽然暂时陷入沉寂，有不少自认为自己无敌诸天的古老强者，或者高气傲的年轻天骄，跑来我时空禁区蹦跶，为父在让人将这些杂碎剿灭的同时，也是顺便挖了他们身上有价值的至尊骨。本来为父是想为吾儿你凑个206块，可这群家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蠢，
我时空禁区不过才杀了49个至尊骨的拥有者，他们居然就再也不敢来了。对了，这里面还有10几对重瞳。虽说吾儿你已经有起源时空神瞳，将这10几对重瞳的力量吸收，对你也有大益。神子大人，我等也有礼物相送。吾道神子如今苏醒，想必日后也会前往诸天万域游历。身为我时空禁区的神子，自然也要有一头像样的坐骑。怎么感觉一段时间不见，他变得更暴躁了？看来这家伙性格还挺好。4. 圣人境的天启苍龙朝着比自己修为弱的存在俯首称臣，放眼大道历史，都闻所未闻。我去，当初在捕获这条天启苍龙时，这逼羊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倔，即便我是大帝，也是不给我丝毫面子，一副宁死不从的模样。吾道，接下来魏父等人要去祖地商量要事，诸多长老此刻都在时空神殿等你。你如今苏醒，就去见解他们吧。对了，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弟女应该也会在时空神殿，无需顾忌，放手大胆去做，万事有为父替你做主。看来这诸天复苏时代应该会比曾经的破灭时代要有趣。诸位爱卿，对于此事有何看法？沉寂了无数纪元的时空禁区再度苏醒，诸天色变。我日月神朝乃是山海道域的绝对霸主势力，可有着唯一的一个缺点，我们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有些不好，太过靠近时空禁区。若时空禁区真有大动作，我日月神朝恐怕真的会因此遭受无妄之灾。陛下，我日月神朝虽然强盛，但和诞生在古老纪元的时空禁区相比，底蕴终究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。依微臣看，不如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时空禁区，对其主动示好，此举一可稳定民心，二可以此从根源上化解与时空禁区潜在的矛盾。此举妙。父亲，李儿愿带人出使时空禁区。李儿，你不是在闭关修炼吗？李儿在前不久刚刚出关，刚刚父皇你所说的提议，李儿也听到了。我日月神朝确实苦恼此事已久，还不如尽早解决此事。本帝刚刚是做了一个梦，不可能是梦，那一切都太过真实了。时空禁区中走出了一尊禁忌，横击诸天，狩猎万灵，成就万古大帝。在其中，曾经无数与他为敌国，阻拦他进阶遭受侵犯，他更是亲自征讨无数道统，弹指间，太古王长生世家，不朽道统被尽数葬灭。那个时代也被诸天万灵认为是时代，而在黑暗时代中，诸天万域更是迎来时空禁区时代。空无道，难道我重生了？上一世空无道横空出世，最后正道成帝，成为传说中的天命大帝，成就万古无双。只可惜最后我们轮回道宗受到了空无道的血腥清算，我也是惨死在那场清算之中。不过本帝既已重生，那就不会让我轮回道宗再次重蹈毁灭的覆辙，是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，规避黑暗纪元，还是另辟蹊径，将这家伙彻底掌握在我手中？不对，如果后世的黑暗纪元无法避免，为何我不能直接想办法加入呢？于破灭时代沉睡的无道神子终于苏醒了，凭借无道神子的天赋，他必定能在这复苏时代成就无双大帝。听闻无道神子在破灭时代难寻对手，也不知在如今这个复苏时代，神子又能不能找到一个合格的对手呢？
此事无道神子复苏，我时空禁区年轻一倍，必将再上好几层台阶。父亲，诸位长老，如今无道神子已经苏醒，若我能成功挑战神子，我是不是就能成功取代神子之位？空玄阳乃是9大弟子序列之一，放眼弟子地冥中的综合实力也是数一数二，可他的性格却最为高傲不羁，但确实有自傲的资本。空玄阳可是拥有着大道顶尖体质，号称刀枪不入、万法不侵的龙象大天体。玄阳，你怎能如此口出狂言？真不是我要贬低你，和空无道神子比起来，你当真就是个屁。诸位长老，我时空禁区向来崇尚强者为尊，玄阳对自己的天赋有足够的自信。若玄阳能击败无道神子，为何不能取而代之？玄阳这孩子，身为时空禁区的弟子，他的身份和天赋也足以傲视诸天万域。如今突然出现一名压自己一头的神子，他又怎会服气？逆子，你当真？真是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家伙。空江月，你此言何意？在如今的弟子序列中，空江月绝对算是了解空无道的。虽说他并未见过空无道，可自从他成为地冥之后，就一直都在钻研记载过空无道的事，因此知道了不少关于曾经空无的事情。也不知这家伙是怎敢说出能战胜空无道的。时空禁区，我哥哥的仇也是时候让你们偿还了。他的哥哥名为苏元，也拥有顶尖体质至尊骨，曾经同样是西玄道域的赫赫有名的无双天骄。可在许久以前，他的哥哥孤身前往时空禁区，想要挑战其中的顶尖强者，魔力更强的大佬。可是他哥哥自进入时空禁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，整个人像是彻底销声匿迹。世人纷纷猜测苏元凶多吉少，恐怕已经惨死在了时空禁区。青哥，你是要前往时空禁区吗？我随你一起吧。叶晨，你怎么到这来了？我们都互相争锋多少年了，你的习惯我还不了解吗？哼，你这家伙故意偷听本小姐说话吧？谁让你随我一起去时空禁区的？这是我自己的私事，才不要你管呢。你我什么关系？弄这么见外做神，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青哥，你就莫要拒绝我，我随你一起去，也能更好的保证你的安全。而且有我师尊在，若是真出了什么变故，我师尊他老人家还能保我们平安。时空前辈，好了，对我就无需这么客气了。青哥，你要前往时空禁区的这件事，我已知晓，你放心前去便好。无数纪元过去，时空禁区在经历那场危机后早已衰落，即便本地如今只剩了一缕残魂，但本地的虚空神通也不是吃素的。若真有变故，本地就算不能抗衡时空禁区，也绝对有把握带你们离去。多谢时空前辈。时空禁区被视为诸天的禁忌，不过这依旧阻拦不住我叶晨前进的脚步。你先前不牛逼吗？不是要挑战无道神子，想要代替神子之位。如今无道神子已经降临，你怎么还不出声去挑战呀？说你是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家伙，居然还不服气！我现在去挑战他，大概率肯定会输。可是这横空出世的神子就如此压在我头顶，还是有些不服。听闻我时空禁区的9大弟子序列天赋卓越，不知可否有人愿来与本神子对练一番，就当做是彼此了解了解。无道神子说的不错，真正的羁绊就需要在战斗中碰撞诞生。
我说你这个老家伙说出来的话怎么变味了？明明是无道神子沉睡许久，如今苏醒，自然要通过酣畅淋漓的战斗来升温与我禁区诸多弟子弟女的感情。长青，先前你儿子不是想要去当神子吗？如今无道神子已经降临，不让你儿子上去神子切磋切磋。我操，这几个老家伙，莫不是不想让我出手？玄阳，既然你本就有心去挑战无道神子，不如趁此机会去与无道神子切磋切磋吧。我打这玩意真的假的？我靠，亲爹啊！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不？无道神子，此次切磋你无需留手。犬子自负，还请神子施以指教。毕竟，一个骄傲自满的修士所修的大道之路是注定不会长远的。好恐怖！真的假的？单纯的气息外放，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量。你可别忘了，无道神子可是拥有2大超脱于3000道祖之外的本源体质。本神子也不欺负你，若你能让我退一步，便算你赢。那无道神子可要看好了。是玄阳弟子的体质神通，龙象战天法相。先前玄阳弟子可是凭借如此神通，击败了道元弟子、瑶光帝女等人，可谓是霸道无比。气势不错，但还差了点。藏天山海印，以大道法则化天地神运，上可横击苍穹，下可镇压九幽。通玄阳引以为傲的龙象霸天体，至强的体质之一，哪怕全力催动，都未起到丝毫作用，被全方面彻底压制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手下留情了。毕竟玄阳归根到底也是我时空禁区之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就这么败了，就这么在空无道手中被射秒了。我操，无道神子也太强了吧！我先前本以为玄阳弟子多少能和无道神子过个几招，没想到一招就被击败了。无道沉睡太久，如今的修为也只是道宫境期中，玄阳甚至还高了无道2个小境界。但真没想到，二人实力悬殊如此之大。长青，看来玄阳想要成为神子，恐怕任重而道远啊。年轻人气血旺，野心高气傲，遭受一点挫折也是有颇多好处的嘛。平时这个臭小子就骄傲自满惯了，如今如此丢我的老脸，看我回去不用大道神鞭给这家伙抽个几十鞭，让他学会真正的女人。多谢神子指教。不愧是我儿，竟然能跟无道神子打得如此有来有回。走，跟魏子大家一起庆祝一下。逆子，给我站住！诸位还有要与本神子切磋切磋吗？不必了，不必了，神子之能远非我等所及，我等幸福。族老，我时空禁区外来了2个自称西玄道域的顶尖天骄，说是要来挑战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。时空禁区，诸天藏地大，假以时日，待我正道成帝，也必将时空禁区踩于我的脚下。什么逼动静啊？这就是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。勾引神时代。
神子，时空禁区不是只有9大弟子序列吗？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神子？时空禁区的神，莫非是他？师尊，你知道这时空禁区所谓的神子吗？错，若我没猜错的话，此人乃是时空禁区的神子，空无道。破灭时代拥有无敌的天赋资质，号称曾经正式压过一个时代的天骄，是破灭时代无数年轻至尊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。不过最后不知什么原因，空无道被时空禁区所封印，最后逐渐淡去了视野。当时没想到，他居然在这个纪元复苏了。难道先前时空禁区所爆发的恐怖一下，就是空无道出世所产生的吗？破灭时代神子空无道。想来，这个所谓的禁区神子，应该是因曾经破灭时代的灵气太过稀薄，难以有所成就，所以自我封印。如今诸天复苏，大道再现，灵气法则充沛，便从尘世中苏醒，想要在此世正道成帝。这种套路，我当真见得太多了。就是你们2个要来挑战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。不错，今日我苏青哥前来，乃是向你们时空禁区来讨一笔债。你们可还记得苏轩？在数十年前，我的哥哥苏轩前来你们时空禁区挑战，可自那以后，他就彻底销声匿迹。是你们时空禁区的人杀了我的哥哥，还挖了他的至尊骨。苏轩，那是谁？你听说过吗？谁知道啊！这些年来，诸天外域有不少天骄跑来我时空禁区蹦跶，反正都死了吧。想来这苏轩也就那样吧，连名字我都记不住，不是杂鱼是什么？你不妨看看这些骨头中有没有你哥哥的。49，足足49块至尊骨。看样子你是找到了，不过很抱歉，这乃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礼物，不能给你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想要的话，可以将你自己的那块至尊骨挖出来，用来换你哥哥的。本神子倒可以考虑考虑。我要你死！区区蝼蚁，安敢对无道神子出手？堂堂时空禁区的神子，就只会站在女人的身后吗？让面前的女人出手吗？哼，不过区区2条杂鱼，居然也敢挑衅我时空禁区的神子，尔等配吗？找死！尔等算什么东西？居然也敢对我人！无需与这2个杂碎多说废话，敢对神子大人如此放肆，杀了他们便是。呵呵，堂时空禁区，难道就只会行以多欺少之事吗？我等在前来时空禁区之前，就已经通过特殊手段，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尽皆通过留影记录。堂时空禁区行这般无耻之事，若是传出去，怕是会成为整个诸天万域的笑柄。奉劝诸位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你既然是时空禁区的神子，想必就是时空禁区当代最强的天骄吧？如果你是个真男人，就不要站在别人身后。我知道你是时空禁区的神子，实力不凡，但我的修为比你高2个小境界。公平起见，我也不占你的便宜。5招，若是你能在我手中5招不败，那就算你赢，如何？这该死的蝼蚁！5招大可不必，太多了，1招吧。你若能击下本神子1招，那就算你赢。且本神子还会将你心爱之人哥哥的至尊骨给你。当然，本神子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恩赐，你们大可一起驱使。本神子自一力皆知，毕竟你们是真的很弱啊。神皇大举天，还是那句话，气势不错，但还差了点。这怎么可能？
这就是你引以为豪的无敌大道，居然连我一指都接不住，当真是如我所说的那般弱不禁风。吴道的天赋实力果然强大依旧，如此强大的实力，即便是这诸天复苏时代，怕也难有人是吴道的对手。那是必然，吴道的实力放眼我时空禁区历代绝世年轻中，那也绝对算是最顶尖的那一批。所谓复苏时代的绝世天骄，不值一晒。对了，我倒是在这名叫叶城的家伙身上感知到了一股异样的神魂波动，貌似是一尊九品大帝的藏，好像还与虚空法则有关。莫不是当初那号称自己为虚空大帝的小子吧？我记得那小子的逃跑手段好像无人能出其右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苟活到了现在，看样子还选了这个名叫叶晨的当徒弟。我等要不要出手将其彻底磨灭？暂时先别出手吧，如今武道才刚刚出世，我等就不要扰他的兴致了。你哥哥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此事归根到底也是他自寻死路。诸天万域无数生灵都知道我时空禁区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，但总有像你哥哥那般狂妄自大，自诩为无敌的天骄，想通过我时空禁区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天赋。不过既然你们对自己的天赋如此自信，那自然也要做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时空禁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招惹的。空无道，你不得好死！放肆！区区残魂也敢在我时空禁区前出手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一直以为时空禁区在遭受当年那场变故之后，底蕴没落，不复当年辉煌，甚至连诸天万域许多人都是如此认为。可如今，诸天禁区依旧是那个禁区，绝不是随便就能够招惹的。该死，那些野史当真是害死人！前辈，这都是我。不过掌握了些许皮毛的虚空法则，也敢来我时空禁区放肆，当真找死！无道，你尽管大胆放心去做，我时空禁区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多谢老祖。想来老祖一直都在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事，若不然，也不会在这虚空大帝想要跑路的第一时间就强势出手将其镇压。这就是九转神皇血。叶晨这家伙当真是气运爆棚，居然触发了传说中九转神皇体的浴火重生神通。九转神皇体若是因遭受重创而陨落，有100万分之1的概率浴火重生。还是让他逃了吗？不过跑得了和尚，跑得了庙嘛。他喜欢跑，叶晨的家族且一切与之有关的人可都跑不掉。你们谁愿意替本神子去西玄道域走一遭？玄阳愿为神子大人行事。好，你即刻启程前往西玄道域，调查叶晨和苏清歌的一切，将他们家族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之人全部给我押来。既然胆敢挑衅我时空禁区，那就让他们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对了，你实力也不俗，这滴九转神皇血就赏给你了。多谢神子大人，无道神子大恩，玄阳没齿难忘。玄瑶愿誓死追随神子大人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好在当初我在此地留下了一簇神皇之火。
怪物，那般的恐怖怪物，我当真有能力去复仇吗？但就这么忍气吞声，彻底沦为废人，更不甘心。对了，云霄如今不是混沌圣地的圣子吗？混沌圣地传承无数年，底蕴深厚，若是云霄的话，他肯定可以帮我。云霄乃是他当初在外游历时结识的好友，二人性情相似，一见如故，甚至因此结识成了异姓兄弟。虽然他心中有些不服气，可从事实上来说，云霄的资质和修为确实比他还要强，更拥有号称3000大道体质中排名前10的混沌体。如今我已经没落，想要找空无道复仇，恐怕也唯有云霄能够相助于我了。至于家族，肯定是不能回去的了。想必空无道早就知道我浴火重生，若是提前派人去到家族等我了，回去绝对是自投罗网，必死无疑。神子大人，此地乃您曾经修炼的时空圣殿，在您沉睡的这些年，禁主大人一直都在命人打理，还修炼了上古巨灵大阵，您可直接催动，方圆数十万里的灵气都会聚集于此，若有需要，随时可以唤我。竟然有吞天神魔血脉，曾经于那古老时代出现的恐怖血脉。我若没记错的话，曾经吞噬禁区的那个令诸天都为之失色的神魔禁主，貌似就是觉醒了如此血脉。母亲。如今吴道才刚刚出世，就有不怕死的家伙上门主动挑衅。依我看，我时空禁区干脆直接昭告整个诸天万域，以此震慑那些各方宵小。我没意见。吴道本就是我们时空禁区最引以为豪的神子，如今自沉睡中苏醒，再次横空出世，我们时空禁区自然得为其撑场面，甚至昭告整个诸天万域。这气息并不像是有大道神物出世，好像是有什么人觉醒了恐怖的本源体质。如此浓郁的鸿蒙紫气，莫不是有人觉醒了传说中的鸿蒙道骨？难道是神子？足足4大本源体质，诸天万古未有，如此恐怖的禁忌存在，能鼎盛于诸天也是必然的，必须得做制服去拜访时空禁区。让妍儿这家伙去接近空无道，是不是太过武断了？妍儿虽天赋强大，但还是有些心高气傲，必须要好好跟他强调此事的重要性。可惜，虽然肉身已经打破了先前的极致，但如今我修为还是太弱，难以催发鸿蒙道骨的真正力量。是大道神杯，而且还是大道神杯中的肉身神杯。吴道踏入到了肉身的禁忌领域中。留名，试问此间何物能成无之名？多也从不在他人能留名之路上留无之名，因为不值，他们更不配。谁听到吗？还不快走！吴道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支持你的做法，区区大道神杯又岂配承载你的名字？你之成就未来无限，超脱这方世界也是迟早的事。更不用说当初我时空禁区的诸多年轻强者，也同样不屑在其上留名。这种水法也敢来收集我时空禁区吴道神子之名。对了，吴道，你给老祖后跪！你是不是觉醒了至强的肉身体质？时空禁区有年轻存在踏入了肉身禁忌的范畴，难道是弟子序列所为？可为什么大道神杯又自己离去了？不是大道神杯自己离去，而是时空禁区那名踏足肉身禁忌领域的年轻处存在，并没有在大道神杯上留名。
而且根据我的推测，能引发如此紫气异象的年轻存在，必定不是时空禁区的弟子训练，很有可能是其中某个古老天骄所为，说不定是传说中的时空禁区神子空无道。空无道时空禁区，待到我叶辰他日崛起，必将杀光尔等时空禁区所有人，以报今日血仇大恨。虽说魔道乃是被诸天万域所不认可的力量，但归根到底，诸天万域的生灵不过是忌惮于魔道恐怖的毁灭之力。这好像是体质劫雷，莫不是吴道将自身体质又修炼到了更高的境地？这体质劫雷有些不对劲，好像远不止一种体质劫雷，居然足足有4种体质劫雷。禁主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去助神子大人一臂之力？不必，我相信吴道的实力。呵呵，无需担心，此地乃是我时空禁区，区区天宝儿翻不起太大的浪花。19祖，您怎么也苏醒了？还有18组、17组。 4大本源体质，皆都是神话时代所出现的本源体质。我时空禁区此事有无道，最终必将完成。破了！神子大人一枪破碎了体质劫云，先前硬挨漫天劫雷，浑身安然无恙，而后一枪又破碎漫天劫云，如此无敌英姿，试问整个诸天万域何人能比？如今你的肉身完全已经踏入禁忌领域，又觉醒了另外2大本源体质，能拥有如此表现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假以时日，成就必将超出此间天地。 见过诸位老祖，诸位长老。吴道神子如今才刚刚苏醒不久，居然又觉醒了如此恐怖体质，当真是令我等大开眼界。吴道，你如今不但觉醒了2大本源体质，还突破到虚神境，想必需要更多的修炼资源。这些修炼资源你且收下。 吴道，如今你已算是彻底出世，他日也必将行走这诸天万域。经过我等的商议，打算趁着今日为你昭告整个诸天万域，宣布你的出世，你认为如何？此事全依老祖定夺。好，既如此，那便依吾族于元祖之令，以我时空禁区之名，当昭告诸天万域。我时空禁区神子，当你出世，将时空法旨昭告诸天万域。 今日，我时空禁区在此昭告诸天万域，我时空禁区神子空无道重临世间，他日将正式行走诸天万域，他地路震万正的此事无双天逆。若我禁区神子行走诸天万域，有老家伙手脚不干净，行下3滥之事，我时空禁区必诛之。玄天洞府，恭贺无道神子重临世间，神子无双将横压当世。 古玉宗恭贺无道神子重临世间，神子盖世，必将万世不朽。
幻梦道：恭贺无道神子重临世间，神子无敌，必将成就绝颠大帝。好，不惜一切代价收集这时空禁区神子的信息。切记，此事要在暗中进行，切莫让时空禁区有所察觉。时空禁区空无道，这一次只要有云霄兄弟的帮助，我必定能再度崛起。空无道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。话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？我无名小卒。见过神子大人。将慢。哦，这家伙居然真的没有回轮回道宗，转头去了北玄道域，而且还是在混沌圣地的道域。空江月在。这混沌圣地是何势力？你可对其有所了解？神子大人，这混沌圣地乃是北玄道域在破灭时代结束后崛起的超级圣地。不过，在那位开创混沌圣地的大帝消失之后，混沌圣地就已经没落，从先前的霸主势力跌落成了现在的普通顶尖势力。就在前些日子，北玄圣地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圣子，听闻那名圣子乃是在混沌圣地1年1度的收徒大典中脱颖而出，并传说中的混沌中九响，不但拥有纯粹的混沌，更拥有万古未有的修炼天赋，更是被混沌圣地直接从入门弟子提拔为圣子，被誉为当代混沌圣地崛起的希望。不过，在江月看来，这所谓的混沌圣子和神子大人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拾。神子大人，神子大人，日月神朝、轮回道宗等诸多势力派使者前来我时空禁区，说是想要拜会神子大人您。南岭民族拜见无道神子。太乙玄宗拜见无道神子。天宇圣宗拜见无道神子。日月神朝夏楚离拜见无道神子。日月神朝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日月神朝好像就在我时空禁区旁边吧。无道神子，我日月神朝。妾身久仰无道神子大名已久，不知神子大人他日行走诸天万域，妾身可否有幸与神子大人相访？是轮回道宗的圣女林妙远，更是轮回女帝的亲传弟子。听说她可是整个轮回道域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，轮回道域的无数顶尖势力的传人，好像都是其忠实的追随者。白明圣宗的圣子，曾经更是搬空了半个白明圣宗，只为追求林妙言，想要获得其倾慕。看这架势，林妙言是主动对无道神子示好，想要与其拉近关系啊。师尊也真是的，说是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打好与空无道的关系，不要妄想以下三滥的手段引诱对方。可如今这空无道的目光可是一直落在我身上，拿捏这些男人，这不是随随便便吗？无道神子，妾身还拥有阴阳轮回体，自认天赋尚可，还请神子大人收下我。无论是洗衣叠被，亦或是其他事情，妾身都可以。这个狐狸精，哼！无道神子，您为何？呵呵，我想你是对自己的定位不够清晰吧？你真的觉得就你这种货色有资格得到本神子的青睐吗？还请无道神子高抬贵手，放我家孽徒一马。我这人最讨厌在我面前耍小心思、胆敢对我有所图谋的家伙。不过看在前辈的份上，我便简单施以惩戒，饶他一命好了。这个轮回女帝身上的气息不对劲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多谢无道神子高抬贵手，本帝定会好好管教这个孽徒。
他日让其登门为无道神子赔罪。轮回道宗的至高老祖，堂堂大地强者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徒弟被如此重创，不但不敢发怒，甚至如蒙大赦，还要多谢对方高抬贵手。难以想象空无道的威慑力究竟会有多恐怖。看来想要以这种方法接近空无道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就为例，今日之事乃是我轮回道宗之过错，本帝他日定将登门道歉，还请无道神子莫要见怀。前辈放心，今日发生之事，就看在前辈的面子上，就此结果。不过晚辈也久仰前辈大名，对轮回大道也颇感兴趣，不知前辈日后能否在轮回大道之上指教晚辈一二？后世黑暗纪元的无上帝王空无道，不但轻易的将此事接过，居然还要亲自登门拜访，让我为其讲。